大家好，天堂今年版韓服玩家進行了打怪效率測試，在古丁地間4樓的魔法陣與龍谷地間4樓2個地圖進行打怪效率測試，數據結果可能會讓你重新考慮練功的地點。測試的角色呢是韓服37級的騎士，裝備部分呢有加9武刀跟防禦負70，算是大課長的強度啊。2個地圖呢，古丁地間4樓的魔法陣與龍谷地間4樓，韓服網友都各測試了3個小時啊。我們就直接來看結論，可以看到古丁地間4樓魔法陣的每小時經驗值是 1.42%， 金幣收益大約是62000塊。反觀龍式每小時經驗是 1.2%， 金幣只有34000塊。為什麼會有這些差距呢？主要的原因就是怪物密度與重生速度。古丁地間4樓魔法陣的生怪速度很快，而且密度高，騎士不用頻繁的跑路找怪啊，跟瞬移找怪。龍式的怪物血量明顯比古式的怪物多，像是阿魯巴跟斯克巴，雖然單隻的經驗高，但在相同的時間內，騎士清掉古式的2-3隻怪的速度，可能龍式只能清1隻啊。這樣子換算下來呢，1個小時古式就比龍式多出了 0.22% 的經驗，還有28000塊。如果你一天打下來10個小時的話呢，就會多出 2.2% 的經驗值，跟28萬的金幣。這個差距呢，長時間下來，經驗值與金幣的累積也是很可觀的啊。說到這裡，是不是想馬上飛去古式開練？說了先不要，因為在台服古式魔法陣這個黃金地段呢，根本就不屬於一般玩家的。大家應該都有經驗啊，你剛走到魔法陣附近，畫面就會出現法師帶着3-4隻妖精的外掛隊伍在那邊啊。有些人可能會問說，你怎麼知道人家是外掛啊？人家可能是組隊在這邊練啊。你去看一下那些妖精跟法師的操作有多麼的機械化，這就是台服最無奈的情況啊。好練的地方你進不去，開掛仔已經不知道進去多少次了。再來呢，論壇也看到了一篇，有人提議啊，官方應該要直接販售齒輪，讓大家可以到 ATS 地圖爽練，號稱這樣就不會影響到手動玩家打寶。這個想法真的是太天真了啊，甚至有反串的感覺。我們先不論官方賣齒輪會不會被罵吃相難看，最根本的問題是，官方的 ATS 再強也強不過外掛啊。外掛功能肯定比 ATS 更人性化、更完善。光是可以自動回村買水買劍，官方的 ATS 能做到的就沒有那麼多吧？那些追求極致效率的外掛使用者，為什麼要用官方的閹割版呢？而且大家別忘了，現在連所謂的 ATS 地圖裡面啊，也有不少人使用外掛啊。而且這些人呢，他們往往都是伺服器大聯盟裡面的成員啊。為了躲避外掛仔的臭名啊，他們躲在 ATS 地圖裡面掛機，然後這些人呢，在社群上面噴外掛也是噴得最兇的，說工作室壞了遊戲，結果自己回去也是馬上開掛，實實在在的成為他口中最討厭的那種人啊。還有呢，討論營運政策的文章，特別是這個惡用突襲的條款，我猜這個就是問打王出現戰略物資的情況啦。如果打王噴了戰略物資，大家講好要分，結果有人撿了就直接跑掉，算不算違規？我們仔細看政策內容啊，裡面有提到不當利益。在恩熙大哥的邏輯裡面啊，什麼叫不當利益？其實指的就是現金交易。只要你在遊戲內處理這些東西，不管是你自己學會，或者是賣成天幣自己吞下來，官方很難用這個條款來懲罰你啊。因為就算你是現金交易，官方其實也抓不到你的現金流。只要買賣雙方不要傻到在公屏喊現金交易啊，或者是有哪一方給了官方現金交易的金流證明，官方根本沒有證據證明說那個是不當利益。所以這個條款呢，講白了就是寫好看的啊，或者是當發生大規模爭議時拿來當做制裁的標準工具而已。再來看賭博行為的部分，現在台服有流行創帳召喚怪物後打死看掉落的金幣總和比大小，這算不算賭博？按照這個賭博行為的條文看呢，以道具等為賭注，借由偶然結果向特定人提供財產利益，這絕對是實實在在的賭博行為啊！但諷刺的是，天堂這個遊戲本身從強化裝備到開韭菜盒，哪一個不是賭博行為？
裝備衝成功了，你的資產價值直接翻倍；失敗了，直接歸零。這不就是穿着 RPG 的皮的賭場嗎？恩熙大哥知道有人在用創賬賭博嗎？我相信他們應該是知道的，只是想不想抓而已啊。好了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，感謝大家觀看。如果天堂經典版最後也淪落到像 M 或 W 那樣，只有打王跟攻城才看得到人的情況，你還會想玩嗎？